获得变身雷杰多的能力，在教育奥特曼的路上一去不复返。如今你再次回到迪迦世界，给了飞鸟俩逼斗，说了些他根本听不懂的话。什么鬼？代拿奥特曼的皮套？我现在可是继承了星光的男人，不是昔日无下阿蒙。你笑了，小鸟啊，你太天真了。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当初打莫奈拉女王时，是不是凝聚了人类的光？飞鸟点点头，没错，当时可是召唤来了我大哥迪迦奥特曼，一起并肩作战。那有没有一种可能，那道光本属于你的，只不过被迪迦截胡了？此话一出，飞鸟怔住了。对哦，当初如果光汇聚在我身上，还需要个毛迪迦，我闪耀戴拿直接横扫全场 ，C 就完事了。迪迦，你个老六，把光还给我！在飞鸟骂骂咧咧之际，你早已消失不见。几天后，飞鸟如原剧情般做事不过脑子，与梁双双在火星被佐百利迦抓捕，在往回带时，发现一男子抱着一只猫拦在路中央，佐百利迦当即掏枪，滚！一个大逼斗抽过去，将其打翻在地。你蹲下来看着他，是谁给你的勇气，敢拿枪对着我？接着三下两除解决掉安保，再一逼斗抽醒飞鸟。好啊，原来是你的阴谋，不但打我，还算计我。我又是一个大逼斗，你脑子都长强壮型上面了？凭我的实力，需要跟你搞阴谋诡计？这时梁也刚好醒来，阿斯卡，你的脸是刚那群人打的，梁，你没事吧？突然，全藤带着一群警务人员出现，都给我拿下！飞鸟不解，全藤参谋，你为什么要抓我们？难道是要背叛 TPC 吗？全藤冷笑，打开一道天幕投影，上面显现的赫然是一个奥特曼石像。迄今为止，地球出现的怪兽实在是太多了，人类根本无法自保。但凡戴拿离去，我们就犹如砧板上的鱼肉。说着时，全藤眼里露出一丝疯狂，而且我不会将人类的未来交给一个来路不明的巨人。来路不明？之前在打莫奈拉女王时，您不是认可了光之巨人吗？为什么现在又闭嘴？我认可的光之巨人是迪迦奥特曼，没看到吗？当时凝聚出来的光是迪迦，不是所谓的戴拿。飞鸟的脸无限抽搐，就因为这个你不相信戴拿？太扯了吧！不，全藤指向飞鸟，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戴拿会是你？为什么？我一心向人类，光应该由我来继承，那是因为这份光是飞鸟的父亲留给他的。尤其是梁，一时间接收的信息量太大，完全无法消化。飞鸟是戴拿，有一个大逼斗抽在全藤脸上。八嘎，我还压路呢！任意操控奥特曼的力量，你这算什么正义？说着时，你一挥手，全藤的脑海里浮现出未来的事情。待回过神来，全藤跪在地上，我制造的奥特曼失败了。你冷笑，没错，要不是看在你最后把自己化作光融入戴拿体内，今天你面对的就不是大记忆恢复术，而是跟松永在地狱团聚。原剧情里，全藤与松永两者观念其实一致，不过前者洗白了，后者没人给他洗。全藤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不可能，明明画面里吸收了飞鸟的力量，石像为何无法战斗？你又给了他一逼斗，亏你还是 TPC 参谋，能量守恒定律没学过吗？你吸收的只是飞鸟一次变身的光，就这点能量，还搁那大招清兵，怎么可能不失败啊？闻听此言，全藤看了眼飞鸟，真的吗？后者一脸鄙夷，当然，不然为啥我只能持续3分钟？是我不想持久吗？全藤跪在地上，显得是无比落寞。罢了，你们爱咋咋地吧。没多久，全藤因蓄意谋害超级胜利队队员，被判无期，与正木静吾一个监狱。至于他的位置，由前胜利队长居监会接任。恭喜宿主抽了很多合理币兜，奖励赛加风暴以及融合度2%。你欣喜不已，全藤比飞鸟值钱啊！火星大谷正在浇花，便听到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声音：“兄弟，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。”大谷一转头，下意识捂着自己的脸：“雷杰多前辈，太好了，我正好有事要咨询，相信只有你才能解答。”你疑惑，怎么了？难道是黑暗神光棒的问题？大谷摇摇头：“不，比那个严重多了。原来自从戴拿剧场版星光战士结束后，大谷就经常做梦，有时候梦到自己跟岳父还有个戴耳机的奥特曼并肩作战，有时候去到另一个时空，看到了一个长得跟自己差不多的奥特曼。这些情况无一例外都在经历后浑身感到一股肾虚，像是力量被抽走般。